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媛。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个 KVK 的数据了。首先，左手边这边的数据呢，就是近期所发生的，就是1093、2489、2377，还有水精灵5个 A 王国他们所打出来的记录。然后右手边呢，这个就是之前打破整个伺服器最高纪录，就是960对上2377的那一场 KVK。当然，里面有包括1365啊、1093等等之类的其他王国。那么究竟这两个数据相差究竟有多大呢？他们整个王国所打出来的数据啊，玩家的表现啊，击杀所花的加速资源，究竟有没有突破一个更高的境界呢？首先，我们比较起个人的数据，就是之前他们的击杀积分提升了多少，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击杀积分显然是比起上一次还要更加夸张、更加多的。但是你们要记得一点，我们这一次打的地图是1111，上次打的地图是奥尔良之围，就是讲上一次我们的 KVK 其实打架的时间会比起这一次 KVK 还要更长时间，但是这一次的 KVK 击杀积分居然是比起上一次还要更加多的。可以看到第一名就是来自2489的海登，他总共是有342亿的击杀积分提升。那在之前的话就是 BT 赛博，其实那时候他已经打破了当时候最高的记录，就是211亿的击杀积分，但是他那个击杀积分保留没有多久就被 Canada 给替代掉了就是他已经不是单赛季击杀最多的玩家了，但是我觉得海登他那个记录应该可以保持蛮长一段时间了，因为如果真的要打到他这个记录的话，是真的很难很辛苦的。就连第二名的位置都是比起之前第一名还要更多，就是 Goldfish Kim 他总共获得了260亿的击杀积分，但是 BT 赛博这边第一名还是211亿，就算比较起第二名210亿，也是 Goldfish Kim 这边会比较多一点。BT 赛博的话就有241亿的击杀积分，也是比起他之前的记录还要更高。俄罗斯父子 Mr. Hope 拿到220亿， Genie 拿到220亿，都是碾压之前的记录的。就算我们比较起后面第6名到第10名的分数也好，也是碾压之前所有的记录。而且我是觉得阿玛阿 Z 第10名的分数呢，都是比起之前还要高不少，可以排在之前的记录第4名了是真的很夸张。这里我们做个比较，首先在左手边那个地图呢，因为比较多王国啊，多一个出来，我们可以从最低的那个开始看起。你们可以看到这里的王国击杀至少都已经是超越了之前的记录，多出了甚至1倍以上更多。当然一方面也是可以认为说1814在这场 KVK 之中表现并没有这么出色的，他们打的并不是很多。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在之前的 KVK 2489对上1093的时候，这里333亿他们都已经击杀了703亿的击杀积分，倒数第9名也是比这里更多。如果我们拿第9名跟第8名来做比较的话，这边900亿，这边才800亿，就算我们拿第9名跟这里的第9名比较，也是差了3倍的数据左右。然后往上呢就比较接近一点，就比方说第6名这边1253亿，这边就1191亿，是少一点点啊，不过也是挺接近了。比较离谱的还是前面的排名啊，我当时候是真的觉得960已经算是击杀很多了，没有想到这一次我们 KVK 打更多。之前960是击杀7843亿，这一次2489是直接突破了1兆 1.03 兆的击杀积分。然后1093呢也是比起之前表现更好，你们可以看到原本他们的击杀积分是5303亿的，但是这一次有9932亿。而且就算我们不要拿之前93第3名的记录来看，我们比较起第2名的记录也是相差很多多出了一个2000亿的击杀左右。但是2377因为他们人变少了，有不少玩家都已经移民离开了，所以比较起之前的记录他们是比较逊色了一点。下面王国这边的击杀是比起旧的击杀还要更少一点，但是从第6名开始那边就比较多一点哦，所以拉长补短算是跟之前接近。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计算单个王国的话，是已经打破了之前的记录。所以我
我相信这一次我们的资源还有加速消耗应该是比起之前还要更加夸张的。而且你们要知道哦，我们这一次打的地图就是11世纪，也就是说我们战斗的时间其实没有比较起之前这么长。之前我们打奥尔良之围的时候是从关卡4开放打到皇庭为止，战斗时间是比起这一次的 KVK 还要更久更长呢。接着阵亡最多的玩家，这里也是可以看到前面排名的玩家名字好像是没有太大的变化，依旧还是俄罗斯父子还有 BT 赛博。 BT 赛博依旧还是排在第3名的位置，但是可以看到比较起之前的记录，他这一次阵亡更多了。然后俄罗斯父子的话 Wow Lion 跟之前是比较接近，但是也是比起之前更多了。但是 Mr. Hope 显然是比起上一次还要阵亡更多了。下面 Eddie Loy 因为他在其他的王国所以没有参与， Prodigal 也是已经弃坑了，但是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记录其实是比起上次还要少一点点了，就是前3名他们的数据都有提升。不过这一次的记录他们只是显示前5名而已，但是在之前的记录就有包括第6名到第10名都有显示出来，你们可以看他们阵亡了多少。但是之前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统帅使用的时间有多长，但是这一次的数据呢是没有包括这些统帅的数据，我们究竟是用了多长的时间。像之前比较多玩家是用刘彻、霍去病、亚瑟、贞德还有诸葛亮，这一次我觉得用最多的话应该是有包括秦始皇、刘彻、白起、亚瑟还有诸葛亮吧，我个人觉得。接着来到了加速的部分啊，但其实上次的加速用的会比较多，毕竟我们战斗的时间比较长啊，从关卡4到皇庭，这一次我们在皇庭打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所以可以看到上次的加速用量，这个是通用加速啦，用的比这一次还要多出了18万左右。但是它这一次的数据呢没有显示说我们训练加速还有治疗加速用了多少，但是我觉得也是挺多的吧，可能他是觉得说比较多玩家是使用通用加速，所以它上面那2个加速就没有计算。因为我是印象很深刻，在这一次 KVK 中我也是中途有训练不少部队啊，所以我觉得训练的速度应该不会用的太少。但是这一次数据有做的比较详细的地方，就是看到有哪一些玩家他们用的加速比较多，就比方说像俄罗斯父子他们是排行在最前面的位置，然后 Haydn 这一次也是用的挺多，但是 Haydn 其实他的击杀会比起俄罗斯父子还要更多，但一方面是因为 Haydn 他的数据会比较好，他的战损比会比较多一点，所以他这边用的加速就没有像俄罗斯父子这么多，他们的报告会比较亏，但是 Haydn 拿到的击杀会比较多。再来就是 BT Cyborg 还有 Goldfish Kim 这几个玩家都是击杀拿到比较多的，所以他们用的加速会比较多。但是如果是计算王国的话，这一次2489的加速是用的比1093还要更多的。再来就是2377，还有包括其他的王国。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一次的 KVK 有计算到我们究竟是使用了多少的资源，之前是没有记录的，但是我觉得之前的记录应该也不会太少啦。这一次可以看到我们有不少的玩家也是用了宝石，总共是消耗了 7.2 亿的宝石数量然后资源方面呢，你们可以看到只是单个资源而已，像玉米我们就已经用了22兆，然后木材用了19兆，石料用了15兆，金币都要用15兆，金币都差不多要追赶上这个石料了，是真的很夸张很夸张的数目。那么这边能够比较的数据大概是这么多啦，我是觉得比较遗憾就是这一次的数据呢就没有包括哪一些统帅出场的时间比较多，因为我觉得他如果把这个放出来的话，至少可以让玩家去参考有哪一些统帅是我们值得去培养。但是我觉得秦始皇应该是有排在前3名里面的，这个是肯定的。不管怎样我都是感到非常荣幸啊，因为刚好这2场 KVK 呢其实我都有参与不过之前是在960啦，这一次是在2489里面参加玩这场 KVK， 因为你要这么刚好都遇到这种顶尖的先锋王国对决是真的很难的。像之前我就没有参与到960跟307的那一场 KVK 巅峰对决，还有就是1365跟1093的巅峰对决，那时候好像也是奥尔良之围的地图，我就没有参与到，但是我有去看他们的 KVK。 还有之前我也有参与过的 KVK， 就是960对上巅峰时期的365，那一场 KVK 也是很好玩很刺激的。当然好玩刺激的背后呢，就是你要痛苦的去打这一场 KVK
相信有一直看我直播的观众都知道，哎，我是真的不眠不休的一直在打 KVK。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对于这2次的数据有什么看法？你们觉得哪一场 KVK 比较精彩？是上一场1093与960结盟去打1365和2377比较精彩，还是说这一次2489加5A 阵营对上2377还有1093的 KVK 比较精彩呢？当然，如果有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